你是活的还是死的？活的就动一下，那我当你死的了。放肆！何方宵小擅闯青云宗山门，你竟敢！你会说话？本座不是会说话，本座是玄武，上古四大神兽，守护此宗10万年。那你翻过来。好，本座选择不翻，因为翻不过来。来，本座念你年幼无知，刚才的不敬暂不计较，但你擅闯青云宗山门，我来加入青云宗。加入这里？你要加入这里？本座提醒你，青云宗目前在编成员只有一个，你加上我就是2个，2个人，1只龟，1个宗门，这不比1个人强？本座还没同意。青云宗收徒极严，资质、悟性、人品、出身缺一不可。我被7个宗门踢出门了，今天是第8个。他们说我废灵根，没有培养价值。所以你的废灵根就想来祸害本座的青云宗？这不是我找来的，是他带我来的。这是青云宗第10代宗主的亲笔手书，他怎么会在你手里？垃圾堆里捡的。你们青云宗的东西挺会挑地方。本座什么都没看见，什么都没听见。这张残页是假的，这里不是青云宗，本座不是乌龟，你是迷路了，请回。你在壳里也没用。检测到可绑定宗门，综合评级 F 减，在编神兽战力趋近于0，不建议绑定，认真的。F 减，你还挺好意思的。镇守了10万年，镇出一个负分。本座只是战略性休整，你知道什么？那你继续休整，我点了。点什么？万法归宗，那个不受任何法则限制的体制，言出法随。你该不会是青云宗第11代宗主林九歌，宗门绑定完成，获得万法归宗体质，获得言出法随神通，宗门灵石10万枚。本座什么都没看见，本座只是一只龟，本座要退休。你不叫乌龟了，以后叫你蝈蝈。本座谭笑间强掳灰飞烟灭，你叫本座蝈蝈。蝈蝈，再叫一声试试。蝈蝈。主线任务：3日内收1名弟子。任务奖励：宗门扩建令成1，失败惩罚：修为清零，宗门注销，当前进度1/1。走吧，下山招一个弟子回来。用你炼气1层的修为，用这破房子，用一块 F 加的木牌，和一只被你戳翻过的乌龟，还有10万灵石。蝈蝈就蝈蝈，走吧。本座还必须提醒你，凭你现在炼气1层的修为，去青石镇招弟子，约等于一只蚂蚁去大象村征兵。本座还必须提醒你，青云宗10万年没有新弟子，不是因为没有人才，而是因为什么？因为本座要求高。本座当年面试过3700名应征者，全部淘汰，资质不行，心性不够，人品可疑，有一个差点就过了，但他踩了山门的门槛，本座当场否决。3000年一个都没过。严格，本座的标准严格。不是因为没人来报名。青云宗最鼎盛的时候，弟子10万，横跨3界，天玄大陆上没有哪个宗门敢对青云宗说一个不字。然后呢？然后10万年前世道殿来了，他们不是这个世界的东西，他们来自域外，以吞噬宗门气运为生，他们诅咒了青云宗，全宗弟子修为越高，死得越快。所以人都死了。有一个没死，本座被封印了，修为锁在壳里，10万年只能缩着。那你为什么不走？宗门都没人了，你可以走。本座谈笑间强掳灰飞烟灭，区10万年，有什么走不走的？我没地方去，你也没地方去，所以我们不是一个废灵根加一只乌龟，我们是一个宗门。你有什么用？能力？你总得有个能力，总不能只负责嘴硬。本座略通占卜，算卦？不是普通的算卦，是好吧，是算卦，但是往最坏的方向算。本座能算出任何一件事最坏的结果是什么。那你算一下，我们这次去青石镇招人。招不到，
3天之内不会有任何人报名，你花光所有灵石也没有用。本座看到的结果是空的。这算是能力还是诅咒？都是。再算一个，我能收到弟子吗？算不出来，本座看不到。你的未来有一半是空白，另一半全是变数。算不出来就是还有可能。走吧。本座还没说完，变数的意思是很可能变得更糟。看什么看？俺不是主。青云宗，没听过。新宗门，开了几年了？宗主什么修为？炼气1层。炼气1层开宗门，姑娘你在说笑吧？我炼气5层都不敢。你是被人骗了吧？包吃住，入职送灵石。多少灵石？100颗。100颗，在哪儿？本座早说了。200颗，300颗，500颗。再算一卦，免费赠送。今晚你会坐在告示栏下面数星星，吃西北风。有人偷了霸天宗的灵石谱，整整1车灵石。看什么看？俺不是主。本座改变主意了，这卦不准。今晚不吃西北风，今晚有人请吃饭，一只猪请的。第一个弟子有着落了。哼，偷了霸天宗1整车灵石还敢跑？俺没偷。那你嘴里叼的是什么？俺捡的。哼，从灵石铺里捡的？他掉到俺跟前，俺不捡，是对灵石不尊重。本座算出来了，这只猪今天最坏的结果，被人抓走，灵石充公，变成烤乳猪。烤乳猪？俺不是猪，俺是市井兽。哼，你是他同伙？不是。那就让开。不让。你是想替这头猪出头？也不是。他偷了多少？哼，1车灵石，一共300颗，外加他嘴里那颗极品灵石，那是有市不价的。好。300颗，1颗不少。那颗极品灵石就当配送费。你是哪家的？青云宗第11代宗主。本座最新卦象，今天我们有麻烦了，而且麻烦会自己长腿走过来。霸天宗的灵石不是赔了就完事的。往哪儿跑？俺赔你，俺以后有了灵石肯定赔你。不用赔。俺想不想要？想。加入青云宗，以后每天都有灵石。这是煞总？青云宗几个人？算上你3个。俺加入。咋飞起来了？俺控狗。他突破
破了，连续突破。俺被标记了，不是标记，是宗门印记。一样，俺以后就是你的主了。弟子，弟子主，弟子。本座青云宗镇宗玄武，上古四大神兽玄武蝈蝈。蝈蝈，本座允许你叫蝈爷。你是玄武，俺是噬金兽，咱俩谁大？当然是本座大。本座镇守宗门10万年，你是什么时候来的？俺刚来，但是俺是 SSS 级，SS 又怎样？本座是玄武。哼，玄武不就是王八？本座不是王八，本座是玄武，上古四大，看着跟王八差不多。你这头猪，俺不是猪，俺是噬金兽。不对，俺确实是猪，但是猪和王八，本座不是王八。王八了，走了。本座没有。俺跟你说，这王八刚才偷偷说你坏话，你这只满嘴谎话的猪，你才来一盏茶，你知道什么？是少主，300颗极品灵石。有趣，青云宗没听过，新人。宗主炼气1层，只有2个人，不，现在加上那头猪，3个。去查查这女的是什么来头，查青云宗是什么背景，查那头猪吞了多少灵石。新宗门第一天开张就用300颗极品灵石打我的脸，走，去青云宗，让这位小宗主明白，东荒地界上谁说了算。本座看见了，尊境以上8个人，带头的一个天人境。天人境比尊境还高一个大境界，俺刚入宗，能退吗？不能。俺还没签合同，口头协议不算。青云宗第11代宗主，炼气5阶。你在青石镇用300颗极品灵石替一头偷我灵石的猪买单，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？意味着你们灵石铺的安保不行。你们来干什么？哼，2件事。第一，那头猪吞了我霸天宗多少银石，10倍还，算下来10万颗。10万，俺没吞那么多，俺最多吞了，俺吞了。别说话。第二，青云宗从今天起给霸天宗缴纳保护费，每月3万灵石。你是觉得我在跟你商量？不是。那你是在考虑？2件事。第一，你的弟子刚才对我拔剑，让他道歉。第二，站在我的宗门门口，声音小一点，吵到我的龟了。你是不知道天人境和炼气境之间差了多少。我知道。那你凭什么？言出法随。你跪下道歉。对不起，对不起。万法归宗，你知道的不少。这东西已经失传10万年了。现在你见到了，你还想要10万灵石吗？你的名字？林九哥。好，林九英。东荒很大，青云宗很小，万法归宗不是无敌。天人境以上还有圣境，圣境之上还有大地。我会再来的，下次来就不止我一个了。宗主，刚才那些灵石300颗
你整体安配了。那是俺欠你的。你不欠我，你是青云宗的人了。本座最新一卦，秦烈回去以后不会善罢甘休，他会在6天之内带着圣境强者回来。那我们有6天，先把家建好。主线任务：3日内收1名人族弟子。任务奖励：宗门守护阵升级，助力青云宗振兴发展。宗头约束：被重置自身修为、任务资质，方能守护青云宗。此次任务精准定人族弟子，相较于以往更为严苛，亦是振兴宗门的契机。我定全力以赴。因为青云图鉴需要人族弟子的灵力引导，才能展开第2页。当年第1代宗主就是这么设计的。你怎么不早说？本座刚想起来，10万年了，记忆力难免衰退。记得你欠本座1顿灵果，昨天说的。哎呀！姑娘，你又来了。上次说500颗灵石，这次又是什么条件？青云宗就是城西300里那个荒山上的，我听说那地方闹鬼。不闹鬼，只有一只龟。会说话的龟，闹鬼！本座只是打个招呼。金宝，安替保命来使池，拼至八控。没有人报名。那安先吃包了才有力气招人。我说灵果怎么少了3碟的量？原来是你这头猪！俺没偷。前天偷了我3碟，昨天偷了5碟，今天又3碟。前天、昨天那个前天不是饿了吗？顺路拿了几颗。顺路拿了3天。这摊就够开在去告示栏的路上，俺有啥办法？赔钱！一共11碟灵果，市价2颗灵石。放开他，我替他赔。2颗灵石。哼！你是噬金兽？你咋知道？我在书上见过，噬金兽以灵石为食，肚子可以储存大量物品，上古稀有血脉。你应该是东荒唯一指。你认识俺？不认识，但我认识你宗主。3天前，仙剑宗的山门外，你被第7个宗门踢出门，我在旁边排队，也被踢了。所有宗门那天拒绝的所有人，我都记住了，因为我也被所有宗门拒绝过。多大了？14。灵根？中品。他们说中品灵根的修炼上限是炼气9阶，没有宗门愿意投资。我不要你的灵根，我不要你的灵根，不要你的资质，不要你的上限，我要你的人。青云宗第11代宗主林九哥，宗门成员3人，1只龟，1头猪，我来了就是第4个。本座看到这小子的命里有一条很粗的线，不是坏事，但会把他带到很远的地方。给，你刚才帮俺，这是俺专门留给你嘞。你不是偷的？俺借的，回头还。蝈蝈，刚才你说他看到了一条线，很粗，横跨整个命盘，那是什么？本座不确定，但10万年前青云宗有一个弟子，命盘上是同一条线，那条线的名字叫星河剑体。捡到宝了。你父母呢？妖兽。3年前，东荒受潮，他们说中品灵根去哪个宗门都是浪费资源，说我没背景，没人推荐，我自己修炼了3年，炼气2阶。3年炼气2阶，没人指导的情况下，不错。但是他们说我上限是别人定的，你信了就是真的，你不信就不是。宗主说的对，俺以前也觉得俺这辈子最多偷点3岁灵石，现在俺都是正规编制了。你偷的灵石全被充公了，编制也有代价。苏晨，进门前想清楚，青云宗目前只有4个人，最大的敌人是天人境以上，
宗门评级 F 减不是好选择。3年前受潮父母挡在我面前，我躲在门后面，什么都没做。我想下次是我站在别人面前。本座要收回刚才的卦，这小子的命里不止一条线，是2条，一条往天上走，一条往深渊里走。苏晨，手放上来。第2名弟子签约完成，姓名苏晨，灵根中品表面，隐藏血脉，星河剑体未觉醒。星河剑体觉醒条件：剑心共鸣，需在生死之中以剑为引。这辈子别让他太安全，越安全越废。本座活10万年，见过一个星河剑体，那是第3代宗主，他用星河剑体劈开过天劫，然后他死了，因为他用剑体保护了所有人，唯独没保护自己。苏晨，从明天开始练剑，每天3万次，少1次不准吃饭。3万！宗主，你说的不是人话，俺不是人，但俺觉得3万不是人干的。3万，我练。先用这个，剑断了再给你换。谢谢宗主。叫师姐。师姐。你叫俺二师兄。你不是猪吗？俺是二师兄，不是猪。不对，俺是猪，但是1颗、2颗、3颗，俺的私房钱。他在变好，你也在变好，宗门也在变好。那个女的就是宗主，秦烈，一个小宗门而已，你被一个炼气境吓退。他有万法归宗，还有玄武，现在又多了一个不知底下的人族弟子，所以趁他没长起来，暗死3息。老夫只需要3息。3个圣境，1个天人境，山下。现在本仙台小姐这次真的想不出来了。又见面了，林宗主。上次你让我的人跪了，今天我来讨个说法。条件很简单，第一，那头猪交出来，偷了多少灵石，10倍核算，从他肚子里剥出来。第二，你万法归宗太危险，废了你的修为，留一条命，算我仁慈。第三，青云宗注销。不许动他！哼，小辈，这里没有你说话的份儿。俺偷了灵石，俺还，俺肚子里的全还，不够俺以后挣，你别动他们。金宝，退后。可是，这是宗主命令，3个条件，我一个都不答应。小姑娘，万法归宗不是无敌，天人境它就不灵了，圣境禁锢。宗主！啊，这是什么？打了小的，问过大的了吗？不是故意的，他自己。青云宗混成这德当了。李玉琪，你不是死了
死了一次，被关了一阵子，现在回来看看，家里有客人。大地境残魂而已，本体不在这儿，这道残魂只能撑30息。30息够做什么？万法归宗第11代，你叫什么？09哥。谁给你取的名？我自己。好名字，但丹田的伤需要时间。现在看着，第一课，打不过的人用脑子打；第二课，打不过的人太多了，就叫尸体。别怕，残魂而已，30息不杀你们，但跪着说话是青云宗的规矩。20息了。小师妹，还有10息，想好条件了吗？秦烈，刚才你提了3个条件，现在轮到我。互不侵犯契约，霸天宗和青云宗3年之内互不侵犯。霸天宗不可以任何理由踏足青云宗地界。青云宗弟子在霸天南地狱上不受霸天宗追责。3年，你知道3年意味？第2个条件，苏晨被你家长老打伤，医药费不多要，1万灵石。1万？一个炼气2级。第3个条件，金宝偷的灵石，之前赔的300颗，不退。对，不退。你闭嘴。哦。如果我拒绝呢？你叫什么？秦烈。秦烈，霸天宗少主，天人境。你带3个圣境半夜偷袭一个炼气5阶的宗主，4个弟子，其中1个是猪。你打完了说要废修为，你是真不嫌丢人啊！以后整个东荒都会知道，霸天宗少主秦烈带3个圣境偷袭青云宗，被一道10万年前的残魂吓跑了。签了吧，就当给自己留点脸。3息。我签。小师妹，你做得很好，比我们当年好多了。大师姐，你在哪儿？我们可以去找你。世道殿总舵地底300丈，被因果锁链锁着。我的本体还在那里。别急着来，等你尊经以上，带着人，带着脑子。大师姐，10万年都等了，不差这3年。蝈蝈，别老缩壳。你别哭，他不是说了吗？还活着。本座没哭，本座是玄武。那你壳里是什么声？凤。李玉琪，青云宗第10代首徒，大地境巅峰。10万年前以1己之力封印师道殿入口，后被囚禁于师道殿总舵地底。他还活着，你的宗门不止你一个人。我知道。明天，苏晨练剑，金宝修炼。蝈蝈，干嘛？你欠大师姐一句话。什么话？本座谈笑间会把大师姐带回来的。本求谈笑间会把大师姐带回来的。
多少了？还有9000。吃饭了吗？金宝给我留了2颗灵果。剑给我看看。你感觉到了什么？每次挥剑的时候，剑在跟我说方向，不是说话，就是我知道这一剑往哪儿走最顺。剑意出萌，星河剑体的第一个征兆。当年第3代宗主7岁就能让剑跟自己说话，你14岁不算早，但绝对不算晚。继续练。是，师姐。这是什么？灵果炖灵石，加了一点点俺的私藏香料。灵果和灵石炖？对，炖了3个时辰，俺早起炖的。本座不吃，本上谈笑间也不可能吃这东西。为啥？灵石是啃的，不是炖的。你这碗东西看上去像是把宗主的300颗灵石嚼了一遍又吐出来。你侮辱俺的厨艺！厨艺的前提是有意。咸了点儿，还行。听到没有？宗主说还行。哼，他说的还行，意思是毒不死人。给宗门盖房子用的，不准充公。第一阶段清算，宗门成员4人，宗门评级 F 高 DD， 声望0到300。青石镇开始有人讨论青云宗了。结算奖励：宗门守护大阵成1，3品阵法可挡圣境1击，世道殿有10万年根基。另外，那只猪做的饭真的不建议继续吃。这个是公的，这个是俺的，这个是公的，这个也是俺的。蝈蝈，当年青云宗最鼎盛的时候有多少人？弟子10万，横跨3界，天玄大陆上没有宗门敢对青云宗说不。那鼎盛之前呢？啊，第1代宗主开宗的时候几个人？2人，他和一只玄武。那只玄武也叫蝈蝈？不是，那只玄武叫苍玄，是本座的师傅。10万年前，青云宗第1代宗主和苍玄2个人一座破山开了青云宗，后来10万弟子都死了。第1代宗主战死，苍玄战死，第2代到第9代全部10万弟子，最后只剩下一个被封印的小乌龟和一块碎掉的玉牌。所以本真谈笑间，其实只是怕再看到再有人走，俺不走。俺欠的灵石还没还完，想走也走不掉。我也不走，我还没练完3万剑。从今天起，我们就是一家人。青云宗第11代4口人。刚才你还说本大谈笑间会把大师姐带回来了，现在又哭。本座没有哭，本座是玄武。那你磕上的是什么？露水。是否使用宗门扩建令完整版？是否使用修复所有建筑，激活宗门大阵，开放山门？注意，一旦开山门，各宗会派人来，有的人来看笑话，有的人来探底细。你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。这是当年的广场，第3代宗主就在这个位置教弟子练剑。本座趴在剑碑上晒太阳。现在你还在剑碑上晒太阳？青云宗不是10万年前覆灭了吗？你消息落后了，1个月前就复活了。霸天宗少主在3个圣境都没打下来。听说宗主是个练气境的小姑娘。练气境？你在说笑？千真万确。但她是万法归宗体制，言出法随，一句话让霸天宗的尊敬跪了。欢迎来青云宗。青云宗今日开山收徒，不限出身，不限修为，
不限灵根，想入宗先过3关。什么关？第1关，心性试炼。走进这道门，你的过去、你的秘密、你的动机会被宗门大阵投射出来，所有人都会看到。第2关，天赋测试。第3关，啊，还没想到。本座看到这群人里至少有13家宗门的奸细，还有3个带刀进来的。我知道。你不怕？怕，但他们应该更怕。心性试炼开始，想入宗的请进。散修炼气6阶，无宗门背景，动机想找个包吃住的地方。潜入青云宗，查明万法归宗体制的弱点，随时汇报。不是，这是假的，这阵法在诬陷。所属宗门天玄宗，任务刺探情报，携带物品传讯灵域乘3，暗器乘7。天玄宗的奸细，那是东荒第3大宗。霸天宗，任务长期潜伏万剑山庄，任务窃取青云图鉴。连天仙宗都派人来，青云宗到底什么来头？下一个还敢进吗？把储物袋交出来，一个一个来，别急。这里头俺算算，至少3000灵石。那是我的私人物品。你不叫私人，你叫奸细。苏晨帮俺，这袋比你还重。我帮你扛，但你要分我一半。你学坏了，你跟谁学的？你教的。本座的卦在跳。所属无，修为尊敬9阶，身份冷月城唯一幸存者。俺觉得测试师应该给差评。本座算不出来，这个人的命盘全是病。本座只看到一件事，他的仇人和我们有关。我叫冷月，尊敬9阶，我要入宗。尊敬9阶，去哪儿都是座上宾，为什么要来一个刚开山门的小宗门？这是灭我冷月城全族的人，这不是秦烈，是他的兄长秦渊，世道殿第7殿殿主。3年前，他屠了冷月城，他也在找青云宗，因为万法归宗体制是世道殿唯一忌惮的东西。我不是来投靠你的，我是来和你一起杀人的。这个事先放一放，先入宗。冷月，你的宿舍在最东边，离伙房最远，凉快。好，每天早上一起来广场集合，不修炼也行，来就行。好，还有，入宗前3天可以不用说话，3天以后要说话，哪怕只说1个字也行。中。他咋说的跟俺一样？你的建议偏了，偏重攻，防守空着。如果你对面站的是圣境，你往前刺的这一剑还没到，人家已经打穿你的左肋了。这里，收剑的时候要往回收半寸，挡住自己的空档。谢谢，冷月师姐。本座发现一件事，这女人脸上不会笑，但地上刚才结的霜化了。尝尝，俺做嘞。咸了点儿，和宗主说的一模一样。
因为很难不说闲。俺决定了，以后你也是俺罩着的人。你才练气几阶，精神上来罩，重要是精神。建议3日内出发，携带龟和猪，风险等级中等。备注：带上冷月也行，他需要打一架。明天出发，金宝带路，冷月护法，苏晨守山。蝈蝈，本座不去。你是封印记忆的唯一邪道者。本座失忆了。刚才你还说苏晨有第3代宗主3分影子。选择性失忆。蝈蝈，10万年前的秘密宝库，你不想看看师父苍玄留下了什么？本座做去，但不是被你拎着去的。那你怎么去？放下来，但座自己走。哪个方向？这儿，俺问到灵石了，好多，地底下，好深，不是1车，不是300颗，是一座山那么多。下头，俺确定，好多灵石，但本座知道这是哪里了，这是10万年前青云宗的秘密宝库，苍玄和第1代宗主一起封的。苍玄的笔记，左边那行是苍玄刻的，右边是第1代宗主。俺问到了，门后头至少几10万颗，不，上百万。只认青云宗的人。跟在我后面。哦，看不见俺，看不见俺。嗨，跑！打眼睛，左眼灵石碎。打眼睛！俺刚才差点被踩成猪饼。你本来就是猪，猪饼更别。太好吃了！这辈子没吃过这么多。本座不认识这头猪，本座从来没见过这头猪，本座绝对不是跟他一起来的。金宝，这些灵石是俺的。回去以后全部充公。啥？宗门建设，人人有责。俺刚进嘴，还没咽。嘴里也算。还没有任务。那颗从嘴里掉出来的也算。你是哪边的？灵石这边的。清玄子，第10代宗主，当年就是他用命封了尸道殿的入口。他失败了吗？应该说他没让尸道殿赢。等到了，等了10万年，等一个能走进这道门的人。青云宗第几代？第11代。第11代，万法归宗体制，演出法随神通，不受任何法则限制。你是第一个，也是最后一个。什么意思？天地本源只造了11份万法归宗，前10份都死了，你是最后一份，你死了就没了。清玄子，本座当年趴在剑碑上，你在广场上炼丹，炸了3次。小乌龟，你还活着？本座不是乌龟，是玄武。你还是那个嘴硬的小乌龟。世道殿不是天玄大陆的东西，他们来自域外，以吞噬为生，以宗门的兴衰为食。10万年前，他们降临天玄，第一个目标就是青云宗。他们诅咒了青云宗全宗弟子修为越高，死得越快。第2代到第9代全部，然后轮到我第10代，我用这条命封了世道殿的入口，但不是永远封住的。封印需要万法归宗体制做钥匙，所以它迟早会松动，迟早会等来你。封印现在已经裂了，我能感觉到。域外之眼在往这边看，他在确认你有没有成长起来。他在等什么？等封印裂开，世道殿会倾巢而出。这是10万年底蕴的碾压，绝非霸天宗可比。我残魂散尽后，你将锁链封印之力引入体内，这是万法归宗完整根基，能补全你只有功法无防御的体质缺陷。第2，大师姐李玉琪未死，被困世道殿总舵地底，他独撑10万年，
你务必找到他，救出他。第三，永远不要一个人扛。当年我自负能独封世道殿10万年，最终宗门上下无人得救。你最强的本事，从不是独自打赢，是护得众人皆活。弟子林九婴，铭记于心。封印之力，接好。我撑不住了，青云宗教育你，告诉世人，青云宗尚有宗主。你炼丹炸了3次，最后一炉给了我一颗筑基丹，我吃了10万年才知晓那不是丹药，是灵果味的糖。拜灵师上坟，保你下辈子不缺钱。好，金宝，这骨头必须带回去，快跑！快到出口了！儿子只能跑。儿带回来了。师姐，苏晨，宗门一切正常？一切正常，剑已练完。多少36000剑，从早至今。你没睡觉？睡不着，山体一直在震动。他将封印之力尽数给了我。老夫知晓，封印之力入体，大陆所有上古传承皆已感应。你体质蜕变，攻防一体，完整的万法归宗已然回归。清玄子在你丹田留存一物，是宗门传承令，并非封印之力。传承令封存10万年宗门底蕴，融合此令，宗门全员修为将暴涨。你身为宗主，增幅最深，但此举会松动封印，域外之眼对你将从窥探转为必杀。让他看。俺咋又飞了？本座好像多了点力气。青云宗第11代第1次宗门突破，宗主修为炼神9阶，宗门品级地升 C， 守护大阵可挡圣境3击。10年宗门底蕴融合进度1%，剩下的底蕴锁在更深处，需要完成更多宗门任务才能解锁。金光异象现世不过3天，这方圆万里的宗门长老、散修、情报贩子，全闻着味儿赶来了，足足7拨人马，把这青云宗的山门堵得水泄不通。你来干啥？听说你们宗门生拼了，来看看有没有生意做。没有，1粒灵果都不卖。林宗主，恭喜青云宗突破，天玄宗特备薄礼。多少灵石？本座有个坏消息。说，这群黑斗篷，本座算不出来，不是看不透，是被挡住了。有什么东西在他们的命盘上盖了一层，只有世道殿的功法能在命盘上盖住自己。有意思，此地怎么会有我世道殿的封印气息？你是世道殿的人。第7殿，左使冰皇残脉，冷月城的余孽。我以为3年前杀干净了。你是来动手的？不是，店主让我来看看东荒出现天地异象是什么人弄出来的。现在看到了，一只被封印的幼年玄武，一头噬金兽炼气5阶，一个星河剑体还未小成，一个冰皇残脉，就你们5个人，让封印裂了。你看了我们的底牌，我也看了你的。第7殿左使，修为圣境以上，功法和万法归宗同源，但不如万法归宗。你在模仿，
不是真正的不受法则限制。伶牙俐齿，不过嘴皮子不是修为。有趣，一个练神境的小宗主，竟有完整的万法归宗。店主只告诉我你只有攻击没有防御，但你现在攻防一体。清玄子的封印之力，他死之前给了你也好，省得我们再去找清玄子的遗物。3个月后，第7殿来取你身上的传承，到时候来的不是左使，是店主。3个月够赶上，俺还没无惹连起无解。我知道世道殿第7殿的一个分舵在哪儿。第7殿殿主就是灭我冷月城的那个人，他的分舵之一离这里700里。你想去打？不是，我想去端。开会。本座从来不跑，但那是因为以前没碰到过世道殿殿主。第7殿殿主秦渊修为至少大地境，当年他能屠冷月城，就能屠青云宗。3个月，跑，往东边跑。东海之外有一片。你的壳在抖。那是风吹的。没有风。本座在战略性评估，不是抖。俺觉得把灵石藏起来。你没有灵石可以藏。俺以后会有。先把坑挖好，狡兔3窟。俺是角猪。角猪不是成语。那俺发明一个。我知道世道殿第7殿的一个分舵，700里外，废弃矿满底下。秦渊每3个月去那里巡视一次。3年前，秦渊屠冷月城的时候，我躲在地窖里。他带人走了之后，我跟踪了他一个下属，跟了3个月，找到了那个分舵。我在外面蹲了7天，没进去，因为尊境9阶打不过里面的守将。守将什么修为？圣境初阶，2人，天人境6人。金宝说藏灵石，提前做资产保护。冷月说要打。苏晨，你说。师姐，3个月我练到尊境。你现在炼气7阶，中间差了2个大境界。星河剑体在生死间觉醒，师姐让我进一次生死。好，3个月够你们做很多事。世道殿是吧？来而不往非礼也。我们先去端他一个分舵。世道殿的禁制，破解需要万法归宗，不属于这个世界的法则，退。你要殿后，也可以这么理解。本座在最后是战略性撤退指挥官。停！俺闻到了灵石的味，好多。但灵石下头还有一个东西。什么？它在呼吸，跟灵石混在一起，俺差点漏了。那东西不是灵石，是活的。能分辨位置吗？太深，俺只能闻到在矿道最底下，比灵石层还深。先不管它，先找到分舵的核心名册。阵法中枢守将，先端，那东西等端完再说。有2名圣境不可硬打，金宝，你能否穿过禁制？奇怪，这禁制怎么不拦我呀？就你这一肚子灵石，禁制早把你当成块会动的石头了，懒得理你。我才不是石头呢，我是金宝。味道
得怪怪的。回去吐出来。那得收5块下品灵石当辛苦费。名册呢？你在看？我在喝茶，你在打盹儿。我没打盹儿。你没打盹，你呼噜都快压过那群搬灵石的脚步声了。撤！站住！青云宗全宗覆灭，10万年一个没留，一个没留，那就一个一个断。分舵空窗至少6个时辰，你们想先挑哪个？第3殿，伍兹。第7殿，秦渊不在，先打他最疼的。你壳上经文还没亮，战略性休息，明天就亮。1个月的时间，世道天明乐上的7个分舵变成了4个。我根基不牢，修什么殿？俺这辈子第一次对灵石厌倦。还剩3个分舵，2个月够了。先打第6，再打第2，最后就是秦渊的老巢。宗主，他得确认我们值不值得亲自动手。俺觉得他应该怕俺们。你疯了！他看到俺们，但是没动手，说明他动不了。本座收回你数学差的评价，本来就不差。俺现在会8位数加减。宗主，你猜着答案，俺给你当弹药库。尊境9阶，冰皇残脉。如果在圣境以上，我会认真对待，但你现在太年轻。炼气巅峰，一剑撕破圣境皮肤。星河剑体果然名不虚传，不过你还需要练，现在还不够看。你先过俺这关。噬金兽里的极品血脉，你最大的贡献就是死了以后能让店主研究你肚子里那种储物空间。俺还没死。不许动！还真有效。你的言出法虽比清玄子当年还强，但他当年是大地境，你只是炼神。宗主，果果，你欠我的，现在该还了。本座可是玄武啊！苍玄的徒弟，从今天起不再缩壳了。打中了，果果打中了！玄武后裔，你们到底是谁？本座是不是很帅？帅，非常帅。那就行，本座先睡一会儿。说好的不是缩壳，是战术休眠。
玄武后已显示，店主会亲自来的，到时候来的不止第7殿。先养伤，养好以后，去端秦渊的老巢。中，答案先问一下，端老巢能带麻袋吗？等你醒了吃，俺专门留了几品。你收剑的时候，不空了。你平时不是挺能说的吗？起来跟我抬杠啊！本座只是困了，不是起不来。睡了3天，战术性深度休眠跟普通的困不是一个概念。国爷，俺炖了令氏灵果汤，加了3颗极品令氏。咸了点儿。你们都这么说，但俺这次少放了盐。还行。再躺1天。不用，这是宗主命令。秦渊有一件东西叫破圣针，专门针对圣境以上强者的神魂，打入体内，圣境修为全封，天人境以上减半。他当年就是用它封了冷月城守将的修为，然后才屠得成。在哪儿？世道殿总舵第7殿地下2层机关密室里。你怎么知道这么清楚？3年前我在分舵外面蹲了7天，不是只看，我也在听。每天进出的人，他们在说什么，怕什么，藏什么。第7殿的所有布局我全背下来了。原来你蹲了7天，是在做这个？不是，除了做这个，我还盯着他的窗户看了7天，他没有1天不是笑着的。这次让他笑不出来。攻了1份，死了1份，公私分明了主。潜入世道殿保第7殿总舵，取得破圣针。走。明早出发。4个人，苏晨守山。师姐，我想去。你守山不是因为你不够强，是因为你是青云宗最后的剑。如果出了意外，你要替所有人拿剑。3天不回，我去找你们。你怎么知道这个入口？3年前我本来打算一个人进去，为什么没进？因为尊境打不过大帝，进去等于死，死了就没有人知道冷月城。现在有人知道了，走吧。这地方不是给主待哩。左前方拐角有禁制，3品万法归宗应该可以。停，石溪有巡逻经过。巡逻间隔半炷香，左使的灵石每3炷香扫一遍全层。现在离上次扫过了2炷香，我们有1炷香的时间。俺闻到灵石了，右边第2间好多，不是破圣针，但之前别分心，找破圣针。哦，小心，这机关被下了死咒，稍有不慎便会触发。机关停。破圣针，当年你们用它屠我满门，这笔血债今日该清了。这次轮到我用了。宗主，下头在呼吸，跟矿脉底下那东西一样的呼吸，但更大。你要出去。原来下头300丈。李玉琪，哥哥，
你胖了。本座没有胖，本座是战略性储备。跟当年你藏苍玄的祝基安说自己没偷吃，差点把壳撑裂一样的储备。你当年就不告而别，本座以为……我知道你会来，不是残魂那次，残魂那次是给你争取时间，这次是来接我。清玄子也走了，他把封印之力给了我，然后散了。小师妹，你额头上有2道印，一道是大师姐的见面礼，一道是第10代宗主的遗志。青云宗10代宗主的重量，现在在你一个人肩上。不是一个人，我带了人来的。一只乌龟不是，一只玄武，一头猪，一个冰皇，外面还有一个星河剑体在守山。俺是金包，那你就是老大师姐。不老，10万岁而已。那比我也还老。蝈蝈还没成年，玄武10万岁才成年。他现在还是幼生期，幼时期也能打。苍玄是看到你刚才那5爪会哭的，不是气哭，是骄傲。救你出去需要斩断因果锁链，清玄子的锁链是言出法随破的，你这些比他的粗，而且还在抽你的灵力。对，破圣针可以封禁圣境，但因果锁链是大地境以上才能破的。你的万法归通不受法则限制，言出法随，理论上可以，但你现在炼神9阶，灵力不够。不够到什么程度？强行斩断你会被反噬，因为锁链连着世道殿整个总舵的能量中枢，你斩的不是锁链，是他的命脉。店主秦渊会在他书房里直接感知到，然后他会在10秒之内出现在这里。大地境，你的言出法随对大地境无效。清玄子当年就是因为这个才封的，他说他打不过活的世道殿殿主，只能封入口。那怎么办？2人，你用言出法随斩锁链。冷月，冰皇残脉，你的冰可以冻结因果。冻住的那一瞬，锁链和能量中枢的连接会断，只有一瞬，但够小师妹出手。你动锁链，他斩，同时。我做。本座可以再撕一次封印。俺地底下这个能量中枢，俺可以把锁链底下那一层的灵石全吸了，吸干了，锁链没灵力源就软了。青云宗第11代，一只幼年玄武，一头噬金兽，一个冰皇残脉，一个星河剑体，加上你这个万法归宗，你们不是来救人的，你们是来拆世道殿的。大师姐，你10万年前说，打不过的人用脑子打，打不过的人太多了，就叫师姐。俺肚子要炸了！因果锁链断。师姐，走，不用扶。10万年没走路，但会走。李玉琪，你找人来接你了，走得了吗？好，10万年前我能屠尽青云宗，今日也能。快闹跑！左边，安琪呢？楚客要没了！天玄的太阳还是这个色。太阳也是10万年前的太阳，你以为过了多久？10万年，度日如年，但我没白过。我把秦渊的弱点全看清楚了。
星河剑体未大成，但剑意已经能凝成实体。第3代宗主的剑体，在你这个阶段还没有你我。当年我就是死在这一剑下。第3代宗主，我的师傅，他用星河剑体的最强一剑劈开了世道殿的封印。师姐，第3代宗主的星河剑体劈开天劫的那一剑，你能教我吗？能，但你要先学会被剑打死一次。3代当年就是这么死，所以你剑体不是选天赋的，是选敢死的人。你这只缩头乌龟，本座不是乌龟，10万年了还是那么怂。刚才在总督里撕了封印，化身10丈玄武，拍了秦渊。然后回来就装死。你当年不告而别，我在剑碑顶上等了你很久，等到第3代宗主死，等到第4代，等到清玄子被锁链穿了4肢，等到天塌了10万年，以为你……对不起，让你等了太久。这是俺最大的私房，给你。你不是公私分明了吗？今天不分，今天你是你是英雄。本座不吃你省下来的零食，自己留着，以后分公司。秦渊的弱点，10万年前，第3代宗主用星河剑体劈开了世道殿的封印，那一剑的反噬没有劈死我，但劈伤了秦渊。第3代宗主那一剑劈进他的丹田，伤的不是修为，是因果。从那以后，他的大地本源有一半是破的，永远修不好。所以我被锁了10万年，不敢杀我。但他可以杀你。万法归宗是天地本源的最后一份，你的体质不受任何法则限制，包括因果，所以你杀他不用付出因果代价。你是唯一一个可以杀掉世道殿殿主而不会被天地降罚的人。所以10万年前我们不是打不过他，是杀不死他。杀死他的代价是天地降罚，青云宗全宗覆灭。为了不换一命，代价太大。现在你来了，第11代不受法则限制，没有因果代价。小师妹，你是这10万年所有死人等的最后一个人。死了？没死。剑在跟我说，他刚才穿过去的时候说不疼，因为他认你，不是认你做主人，是认你做同伴。第3代的剑也是这么跟他说话的。他说，剑不需要主人，剑需要另一个人把他带回战场。你体内的冰皇不是复仇的血脉，是重生。冷月城的每一个死人都在看着你，不是让你报仇，是让你替他们活下去。这个真烟要3颗极品，不5颗，不对7颗，算了10颗。哎，反正宗主又不报销。李一奇，你的师妹既然找来了，那就和她一起再死一次。还有1个半月，秦渊以店主真身来，带的是世道殿第7殿全部兵力，不是分舵。店主本人左使18护法，所有天人境以上。上次拍了秦渊一掌，他退了一步，但只退了一步。玄武真身如果每天撕得再大一点，1个月后能挡大地境1掌，不是10息，是10掌。破圣真再射一次，不擦手了，射他没心。1个月4万剑乘30天，够把星河剑体中境稳下来。大师姐说，中境的星河剑体能劈开圣境巅峰的护体灵力，大地境的劈不开，但能撕一头。俺算完了，再加3万颗灵石，宗门大阵能当大地境1级就1级，然后大阵全碎，但那1级俺替所有人扛。秦渊的弱点在左脸，是10万年前第3代宗主劈出来的伤，大地境本源裂痕愈合不了，任何攻击打在左脸上，等于绕过他的大地境防御，直接打在他10万年前的伤口上。打理，记得这个位置。青云宗第11代接招。
10万年前，我也是这个角度看着这块匾。当时第3代宗主站在这儿，李玉琪站在他左手边，苍玄趴在他肩上。现在换了一群人。秦渊，10万年前你回我宗门，10万年后我给你一个机会，退，然后认错。万法归宗，你以为就你有吗？跪下！有趣，你的万法归宗比清玄子当年强，但他当年是大地境，你的尊境和他打出来的力是同一个级别的。再给你100年，我没准真的打不过你，但你没有100年了。今天，青云宗第11代和10万年前一样，全宗一个不留。青云宗接招！哎呀，有武器了！大狗棍，不是大吞噬棍。10万年前，第3代宗主劈开封印的那一刻，我用自己的脸换了你的血，我用你的血复制了万法归宗的上半部，就是你看到的那道金色言出法随。但是盗版就是盗版，永远差半步。所以我永远知道你们青云宗所有人的弱点，因为你们的弱点写在你们的因果里，而我的眼看得到因果。第3代宗主的星河剑体，弱点左肋。哼，他每次收剑都会空出半寸。冷月城独女，冰皇残脉，弱点，你每次用冰灵力的时候，右脚的站姿会偏3指，因为小时候冷月城的石阶不平，你摔过一次，右踝的筋没长好。蝈蝈，苍玄的徒弟，玄武后裔，弱点，撕封印的时候会下意识先撕壳的正中间，那里是苍玄第一次拍你壳的位置。金宝是金兽，极品血脉，无战斗天赋，最大的弱点，你怕别人为你去死。上次血手打你宗主，你挡在他前面，挡不住。这次你准备拿命去填阵眼，因为你觉得自己是只猪，死了不亏。你说啥？俺不是觉得自己是猪，俺是什么？俺是愿意。至于你李玉琪，你的弱点从一开始就是你自己。你为什么能被锁10万年，被炸10万年还不自杀？不是因为你坚强，是因为你知道你死了，我和你的因果连接断了，我这张脸会长出新的，长出一个没有裂痕的完整的域外之眼。10万年前你用你的血锁住了我，你也锁住了你自己，你就是我的封印。所以它不是我的弱点，它是你的弱点，因为你想救他，想带他回家，想让他看着青云宗重新站起来的模样，所以你会心软，你会在最关键的那一剑手偏掉半寸，然后死。你说完了？哼，你说苏晨左肋空半寸，但你跟不上的时候，他旁边站着谁？你说冷月右脚偏3指，但他为什么摔过那一次？因为冷月城被屠的那天，他跑出地窖，被一块碎掉的石解绊倒了。他右踝的伤是灭城那天摔的，不是小时候摔的，是灭城那天摔的。你说蝈蝈壳的正中间是苍玄第一次拍他的位置，苍玄拍那一爪不是在夸他，是在道别。苍玄死之前最后拍了一下我的壳，说他这辈子最骄傲的事不是守护了天玄大陆，是养了一只叫蝈蝈的小乌龟。你说金宝怕别人为他去死？哎，俺怕，俺很怕，
俺这辈子最怕的事儿就是你们死，所以你们一个都不能死。你看到了吗？他不是弱点。你们让我看到了，青云宗的弟子不可怕，可怕的是互相补。那就一起死！这不是秦渊的召唤物，是反过来的。秦渊是他在天玄大陆的傀儡，店主不是秦渊，是被秦渊眼眶里那颗缩小版眼睛控制的。10万年前，第3代宗主劈开封印，看到的就是他。他用星河剑体劈了他一剑，劈出裂缝，然后他就缩回去了。他跟我说，那不是本体，只是一条触手，真正的本体在域外，隔着天玄大陆的屏障。他砍，他刚才砍，差点尿了。你没尿，差一根头发丝的距离。师姐，我能劈他一剑吗？3代劈过，劈了一条缝，然后死了。那我劈条更大的。季头，你到底是什么来历？我来自这片天地的本源，天玄大陆不是死物，是活的。他在10万年前感觉到了域外之眼，他怕了，他用自己的本源气息造了我，然后我造了青云宗。第1代宗主是我选的，我造了11代万法归宗体质，你是最后一个，前面10个全被域外之眼杀了，有的死在炼气境，有的死在突破时，或者被刺杀，只有清玄子活了最久，封了入口，但也死了。最后一个问题，蝈蝈、金宝、苏晨、冷月、李玉琪是你安排的吗？我只安排了宗门的位置，人是你自己找的，但找到了就是天地本源的答案。系统是天地本源造的一个小女孩，青云宗是他造的，万法归宗体质是他造的，我是第11个，也是最后一个，前面10个人全死了。清玄子活了最久，封了入口，也死了。天地终战，打赢了，天玄大陆用自己的本源把因果倒回10万年前，所有人都能回来。输了，天玄被吞噬。你有2个选择：一，封印青云宗，300年内你们可以离开天玄，去别的大陆，代价是天玄会在300年后被吃掉；二，打，需要承载整个天玄大陆的天地之力，才够杀域外本体。你的身体尊境1阶可能撑不住，你是第11代，也是最后一代。如果你死在承载的过程中，万法归宗。我说过，第1天站在这里，木牌上写着不建议加入，我还是加入了，因为那是我的选择。来！一个人怎么可能承载这么多？秦渊，你看了我很久，从第1天在木牌前，你就在看我，看着我端了你的分舵，打飞你的傀儡，逼退你的本体，你还不出手？你在等什么？师傅，你在看吗？我也在学你的样子。
不顾前生往后，关不关万事成就，就追求爱，化解就找到这轮无手。来张宇宙，要用谁？谁在乎谁主春秋？一生有爱字，悲白白就繁华。去征战如花，看那少年如花，抵过这一瞬空间花。俺把灵石全花完了，一颗不剩，不剩。你妈啊！祭品令师在哪儿呢？行了，这是金坚，金坚能卖不？不对，俺先找灵师。吵死了！本座还想多睡100年。谁刚才喊极品灵石？俺醒了，佛爷你也醒了。睡了1年就醒了，年纪大了，睡眠质量差。小师妹，1年没见，你好像长高了一点。没有，高了一点。欢迎回来。请问这里收弟子吗？收，来者不拒。第11代，你做得很好，但我必须告诉你一件事：域外之眼，你打碎的只是1/1000，是一条触手的指尖，真正的本体还在屏障外面。他没有退，他在等。屏障需要多久才能完全修复？很久，可能100年，可能300年。那域外本体会等多久？等到裂缝够他伸进来第2根手指。他记住我了。他记住了青云宗。让他记清楚，要他的宗门叫什么名字。